Hello，大家好，我们是大叔周文。好，今有点冷天的画清，面人怎么这么少？对，今天没有而且画面没有嘉宾那么挤了，对不对？画面感觉空旷很多。好，那大家已经听了好几期的大叔中文，都有一个来宾。那今天我们没有来宾，因为大叔们某一天在聊天的时候，突然想起了很多以前很有趣的聊天视频，发现只有我们三个人也聊得蛮不错的，而且也我们三个比较放得开也很开心啊有嘉宾我们会比较自由拘束一点。对，有嘉宾来，我们就是好像大叔必须保持形象，有没有？然后就必须要讲话很客气啊。我们都收着一点，对。对，没有办法展现出大叔们的本性。那今天我们回归到原来的模式就是我们三位大叔来聊一个主题。其实我个人对这样子的模式比较喜欢，然后我们可以畅所欲言，对不对我们可以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就是变成三个骚大叔。骚大叔。好，那刚刚讲到邀请来宾嘛其实我有想到一个很有趣的这个话题当然这个Ben叔昨天有提出来这个话题，蛮有意思的，就是有时候我们访问来宾的时候说话就不会那么直接。比如问感情问题的时候，我们总是绕来绕去的。我们会先铺陈很久，可是我铺陈的内容其实我们一点都没有兴趣，不感兴趣。对，还有其实各位同学可能不晓得，我们在访问来宾的时候，有时候聊得很开心，忘了时间了。对，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听到我的那个微信那边在哔哔哔，怎么了？然后笨叔，对，我不好意思，笨叔等一下要上课了，因为已经录了这个1个半小时了，我们还意犹未尽，还在录。然后这个时候我很快有课了，但我又不好意思在嘉宾面前，在你们面前说，哎，咱们停吧，不要录了，因为我有课，所以我只能偷偷的在后台发个信息。然后茶叔没看到，茶叔继续高谈阔论，然后我就说，哎，茶叔，你收个尾。对，这个就很常见那其实特别是那个聊很久的时候，我的微信就会一直有讯息来，茶叔快差不多了，话题要停止了，快升华一下。我们就准备要升华，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的话题。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跟嘉宾说，哎，不要再说了，时间到了？感觉有点不好意思总是感觉对，就好像是中国人的一个普遍的个性，对不对？就比较含蓄，很多话不喜欢直说，会绕弯会绕很多弯。对，所以我们有一个成语叫拐弯抹角，对不对？说话的时候不直接说，拐弯抹角。那这个现象可能大家都有，每个国家的人都会有一点，但是我认为中国人不但有，而且变成了一个天性，说话绝对不直接说话，要迂回拐弯抹角。灿叔，你觉得为什么我们有这样的天性？我觉得有，真的有，而且比别的国家还严重这个问题。对，我觉得肯定和文化有关系嘛，几千年累积下来的文化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会好像也会相对保持表面上礼节会比较在意，不能说的太透。有时候有些人说我就是很直呀，别人会觉得你这个人没有礼貌，你什么的话说出来没有低情商才这样说话。我们一定要保持表面上，真的是这样的，我是这种感觉。以前他们不是说外国人总是很直接，其实我想问，因为有这个笨叔有国外生活的经历，想了解一下外国人是真的很直接吗？还是说这个也是一个错误的印象？再对比一下中国人的话，你也要对比一下，你跟你自己做对比的话，你觉得？对，我觉得还挺直接的。比如外国人有周末的安排什么的话，他们如果真的有事儿或者不想去，他们会比较直接的说。我周末我去不了我要这个工作，或者我要做这个事儿那如果是在国内的话，有朋友邀请我就觉得好久没跟他联系了，然后他好不容易邀请我一次，我不想伤他的心，但是感觉聚起来本来就挺难，
那我又怎么跟他说不去呢？那我只能就是我可能会想一想，就说啊，你最近怎么样啊？然后啊，我最近工作真的特别忙啊，我又要弄学业的事儿，我又要弄这个我的这个工作，还在做自媒体，然后我看看吧，我觉得如果我能抽出时间，我一定去，不会说彻底的把这个希望给抹掉，我最而是说给近留一点有一次这么一个经历，其实也当时觉得也多少有些尴尬，就是我那天我从老家回来之前嘛，那天晚上给家里做了一顿饭，我就好久没做饭，给他们做顿好吃，然后我的大学的朋友给我留言了，因为确实好久没见面了。他就说：“哎，唱歌啥时候来重庆耍呀？耍重庆人说玩就是耍嘛。”对，我说啊，是啊，我也想回学校去玩了。我就是这样随便回了一下啊。然后过了一会儿，我的这个微信就滴滴滴开始响，然后我那个朋友就把我还有另外一个，我们3个在大学的时候关系比较好，他就拉了一个群，就说：“哎，兄弟们，啥时候来重庆玩啊？什么什么的。”我当时就觉得，其实因为我才回老家，而且前面还去了好久别的地方玩，一共出去就玩了20多天，我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再去重庆，而且现在回来准备开始工作了嘛。当时我感觉好像一下子又说不出口，我就说：“哎呀，可能得最近没什么时间，我太累了，要不什么国庆咱们再看一下。”就是这样。对，但国庆你肯定也不一定。对对对，虽然你知道国庆你肯定不会真的去，但是你我们好像就会有时候就面对这种承诺啊，什么时候我们希望让它慢慢的自然冷却，你知道吗？比如说当下脑子就是上头了，都觉得啊，我想和大家聚会，想见一下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其实做不到，我就会给自己把这时间推到后面，推到比如说1个月之后什么的，我们到时再看。到时再看，因为我们的热情推的话，可能不是说你真的计划要去做，就是那如果不了解我们文化的人会觉得是啊，真的1个月后我要跟你约去。对，这不就是很多这个就是很多外国人不是说中国人说啊，我们再过几天一起吃饭呗，我请你吃饭呀，这真的就是随口一说，真的不是说我其实是客套话而已，对，那很多外国的朋友可能还把它写下来啊，1个星期后要跟 Ben 叔一起吃饭。对，那其实中国人说这句话，那我们几个礼拜后再吃饭哦。其实意思就是随缘啦，我们不一定要再见面了啊，跟你打个招呼而已。对，是的。或者是别人要拒绝你的时候说，哎，我再想想，这个不是说真的会想出来或者是决定，意思就是说啊，我不想做这个。对，但是大叔们，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一些外国的朋友非常的困惑。中国人到底什么时候是拒绝，什么时候是真的想还有机会真的想再聚，这个真的一个很模糊的一个界限，对不对？对，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要让外国的朋友彻底的搞清楚中国人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不要去啊？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很难的，中国人有时候都搞不清楚嘛。有一首歌啊，我觉得特别是我觉得女生的心思更难猜啊。女生的心思你别猜，就其实我觉得中国女生的心思也很难猜的，男生其实心思也不好猜，没有那么直来直往。但相对而言啊，你和男生打交道还是简单一些。我老婆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她就其实有很多男性的朋友，她因为她觉得和男性的相对还是可以把话说得很清楚，和他们有些东西说清楚就好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想法。就感觉好像男生情商低一点吗？还是怎么样？我不是，我觉得男生可能更注重事情本身，女生很多时候会在乎你这个言外之意，有些情绪的东西，她会很多考量这个情绪。对，她可能你觉得你这个随便言者无意，听者有心，对不对？我随便说这句话，可能我并没有想那么多，但她可能就去解读去了，过度解读去了。但是她解读之后，她不这个东西并不是你的原意啊。但是后面你发现好像他疏远我了，怎么回事？
然后我就可能就是，然后你也不晓得原因，我也不晓得怎么原因。对，有一个，比如说就是我说啊，你今天衣服真漂亮，那可能他就说啊，那怎么我以前的衣服都不漂亮吗？对，就有时候对我就肯定会遇到这么一句话，那我下次都不知道怎么赞美了。对，是的，但我觉得有时候跟男生也有一些问题，但是在不一样的语境，比如说可能借钱的时候借钱的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个高中同学好久没联系了，突然有一天他联系我，就是说，哎，奔放，你最近怎么样？还记得我们高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一起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昨天晚上做梦，突然那个梦到我们高中的时光，我又想到你了，好像看看你最近怎么样。先把梗铺出来，先把要借钱的，先不能直接说借钱，把梗铺出来。对，先要那个凑近乎嘛，肯定要把那个打感情牌。对。然后那肯定要陪着他唠嘛，就说啊，是啊，那个高中的时候多好，无忧无虑的，每天一起玩儿。然后说啊，你最近怎么样啊？在哪儿工作呢？忙不忙啊？然后是不是那个你这么忙的话，一定要懂得这个排解自己的压力啊，出去玩一玩啊。怎么能说这么多呢？我倒是没遇到过能说这么多的。就是要等好久。我觉得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个那个变叔这个朋友说这么多，他就是已经别有目的，我们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对，说完我的工作，他又谈自己的工作多么辛苦，然后他的那个工程里边就是说就是说总是别人承诺的那个把钱给他打过来，款项没给他打，款项没有打到账上，但是他公司又遇到那个现金流的短缺，所以就需要我那个帮他一下，就最后把那个借钱的事儿说出来了，说啊，你现在借我2万的话，我可以就是给你30%的利息啊，然后比银行高啊，然后怎么样？那咱们大叔们现在就是，比如说咱们每个人都遇到这么一个同学，你们是分别是借还是不借呢？这个是情况。先从笨叔遇到这么情况，你最后借了吗？就是铺陈了那么久，拉近距离，真的啊？你借了？我借了，因为我很少有人管我借钱这个人他管我借了，然后他还给我一个明确的期限，就是他说我3个月的这个时间还给你钱，还会给你利息。他还了吗？没有，结果我等了已经3年了，3年了还没有还这个钱。我就说呀，这变叔，那我问你，你借钱的时候是预期他会把钱还给你的，对不对？他是这样的，他第一次他还给我了，他第2次借更多的钱那怎么有点像那个诈骗是什么？第一次借不会，看出这个真的，我也常常遇到这种事情，是吗？就是先还钱让你相信他，再来他就不还了。第一次是连本带息，就是非常按时的还给我了。第一回借2万，对，第2次借了7万然后7万的话，然后他说1年后还嘛，然后1年后还了我7万人民币还是7万人民币？可能人民币那也不少了，那也不少了。好有钱哦！对呀，好有钱，你好有钱，我们也叫管笨叔借钱嘛。对，我下次也铺陈久一点。这个灿叔刚刚问的问题，我要借一个人钱，我的原则就是这个钱我可能拿不回来，我是抱着这个心态我才会借。就是我借这个人，我这个钱如果他不还我也拿不回来，我会不会在意？我会先问自己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不在意，表示这个人对我很重要，或者是我觉得这笔钱是小钱，那我就会借。那如果我觉得这笔钱是大数目，或者我跟这个人根本就不到那个交情嘛，对，那我就不会借。所以我的原则就是，如果这笔钱他没有还我了，会不会影响我们的交情？会不会让我很在意？是的，如果会，我绝对不会借。对，要钱我觉得也是特别麻烦的事儿，要钱我也不敢直说。对，要钱我也是说在吗？忙不？最近忙不忙？我们也是迂回。对，我觉得真的就像茶叔说的，就是首先真的是要看感情。你说高中同学真的10几年都没有联系过，
突然之间找你，我们没有任何感情的这么一个积累了，已经。以前或许关系挺好的，但已经很久了，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向我借钱，我不可能会借这种钱的。我除非是和我关系真的很好的朋友，他有遇到什么事情，这个时间我知道他就算不会马上还给我，未必能还给我，我也会愿意借他。你像我最近我爸接到一通电话啊，是我表哥打来的。我这个表哥就是平常都没有跟我们联系，就是我妈妈生病的时候也都没有来探望过啊。对，突然那天就打来，跟我爸聊了1个多小时。后来就是我大概听得出来，他也是像变叔那个朋友一样，是拉近距离，先聊了很久以前的那也挺耐心了，挺聊1个小时。然后我爸在家没事做嘛，就跟他聊了1个多小时。后来我爸挂电话之后，我爸才告诉我，他讲到后来是想要跟我们借大概借20-30万的钱。哦，那么多，20-30万的钱，很多。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现在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平常他就没有跟我们有联系了。所以是啊，是啊，这个你平常没有去经营这个感情，你现在突然要借一大笔钱，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对，所以这个我最近就遇到这个状况，我真的就觉得说，一方面是我们说话真的会很迂回，我不晓得外国人怎么样啊，但是可能外国人会说，我想借多少钱直接说吧，但是我们绝对会先铺陈一下，然后先跟你拉近距离。还有就是曾经有朋友跟我借钱，这个朋友跟我很好，我的状况跟变叔一样，他一开始跟我借比较小数额的钱，我借了，那他也还了，然后呢，第2次再借就是1倍的钱，我也借了，他也还了，第3次就是借3倍的钱啊，这个金额我还能接受，我借了，然后他就没有再还了，也没有再跟我联络了，对，然后就像变叔说的，对中国人来说，讨债把钱要回来。那你更不好意思了，更不好意思，更不好意思。明明是你欠我钱，我还要主动打电话，你什么时候还我钱？那个真的是很尴尬。那你怎么说啊？你的开场白是什么？你打过去之后，我还会找一个事件，比如说，我妈妈最近生病，我可能要用对，肯定得找个事儿啊，对，一定我不会，就是我们不可能直接说，钱还来，欠那么久了，我们不会这样，我们会留面子。这个中国人就留情面，不会直接不借。对，我会说，如果没有急事的话，我可能真的不着急。但是我最近在西班牙看房子，然后我觉得没有足够的钱的话，我就不能这个看贵的房子嘛。那买房子就是人生中的一个大事儿。我是通过这个方法把钱收回来一部分。我觉得中国人的虽然没有买房的那个。虽然没有买房的需求，中国人这个个性最要不得的就是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在路上遇到了这个人他说他看到我就知道他欠我很多钱嘛。他说这个茶叔啊，这个钱我过一阵子一定还给你。然后中国人的天性就是这样子，听完这句话说不急不急，没关系啦，等你有钱了再还了。我的内心的 OS 是赶快还吧，你也欠3年了吧，但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是的，然后我就会装着好像没关系，你都讲了，我知道你一定不会忘记，等你有钱再慢慢还，我知道你手头也很紧，没关系没关系。然后我跟你一样的，我跟他打电话的时候，我也说，我说其实我懂你跟我们这么多年没联系，你向我借钱，你肯定是有困难，然后我也相信你，然后但是这是第1次打电话，到了第3次打电话，我就说我的这里编借口了，就说我也真的用钱，不然的话，他真的就不打算还了，所以我那阵子真的是有一点觉得真的欠太久了，我这笔钱我放银行都可以拿到很多利息了，结果欠我那么久，然后所以他们人真的会说，就是最好不要借给朋友钱，说实话，对，不要去考验这种友情，说实话，真的。那说钱真的是很容易让感情破裂的一种工具，所以真的你没有把握这个人会还钱，我是觉得不要借钱。因为你像我这个朋友是跟我非常好的朋友，讲到钱，你看他说实话也是大概欠5年都没有还了，也是一笔钱我觉得这个我们刚才聊的是有一些距离比较远的人但距离近的人，我觉得我们也是这么做。比如说那个我有一个是吗？好的女性朋友，对，她妈妈常常带她出去逛街，说今天跟你孙阿姨一起逛街。
然后他们一起逛街的时候，发现孙阿姨带着她儿子过来的。哦，相亲了是吧？说哎，这么巧，你带你儿子过来了，然后你们年轻人岁数差不多，你们也聊一聊啊，然后就很迂回的，明明是这个亲爸亲妈，然后还给安排了这个相亲，还不直接说去相亲，一定要迂回着来啊，这样设计一下。就中国父母和孩子真的好像也习惯，就是很多话不会直说，就得让人猜，这个真的，这个像我哥哥跟我爸爸常常因为这件事情有纠纷。为什么？因为我哥哥是那种说话很直接的人，他就比较像外国人的那种性格。你有什么我就直接说。那我是那种就是很迂回的，不会直接明讲的，甚至就是视而不见的。像我爸爸年纪大了，他会有那个老人咳。老人咳久了会有老人痰所以他就会，他就是他的习惯也比较不好，他就我想吐痰的时候直接吐在垃圾桶里面对于我们就会觉得有点恶心，那个痰你吐在垃圾桶里就很恶心。那我就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老人家嘛，你让他方便就好了。那我哥哥也是忍到有点受不了，他就有一天很直接说：“你再吐在里面啊，脏死了。”那个痰蒸发出来了，都是脏的东西，怎么恶心死了？他就直接讲，然后我爸就很生气，说：“你这个不孝子，怎么在我面前直接讲啊？你可以不要讲那么直接吗？你这样讲伤了我的心，知不知道？”然后父子俩就吵起来，然后我哥哥生气了，就到房间里把门很大声的砰关起来，然后过了一阵子，他就出来说叫我进去他房间。我说咋了？他说这件事情哦，这个都是家人嘛，这个都不讲清楚也不行。那我们开一个家庭会议，把这个事情讲清楚。然后这个我就想说，这个明明是你跟爸爸去闹的一件事情，还要我来开家庭会议收尾，这不是很奇怪吗？然后这件事情常常发生，就是每次他们两个吵，然后我们要开个家庭会议，那你来召开。我说怎么都是我来收拾所以我们就开了个家庭会议，说哎呀老爸你就彼此体谅嘛你有时候吐痰的时候，如果那个垃圾桶在吃饭在旁边也是不太卫生嘛那你可以厕所也很近，到厕所吐在马桶里不是比较干净嘛也没有很远什么的那老哥你也讲话不要那么直接嘛，你知道老人家就是方便就好了嘛，那你何必讲话那么直接那么冲呢？开个家庭会议都没事但是我同意茶叔就是为了避免争端，然后会说的没有那么直接。对，会的。这是一种相处方式嘛，其实说实话。所以我常常就跟我哥说，你讲话就是不要那么直接，就是像我们中国人讲话就会先用一些迂回的方式。那应该怎么讲啊，茶叔？你说我哥哥应该怎么说，是不是？如果怎么说他才能比较含蓄的表达出他的意思，然后又让你爸爸意识到注意？对，说真的，如果是我会视而不见。如果是我，会忍啊，就讲，反正就是会视而不见，因为我觉得年纪大的人他开心就好，只要不要有太大的影响，我觉得开心就好。年纪大了嘛，让他自在，他开心。你每次还要起来走到马桶那个厕所去吐，也是很麻烦的事情。你要叫他用卫生纸这样子弄，他也没这个习惯。你要改变他，改变老人家是非常麻烦的事情。那我们就将就一点，我觉得这个我可以忍。那我哥哥不太能忍，他直接讲，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说，中国人直接讲就会让人觉得没有礼貌，你没有迂回讲，是啊，你就没有礼貌，你不孝，尤其是你是晚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他会我爸爸就会觉得不孝顺，所以这个就是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的这个算是一个文化的影响，我们就会觉得直接说就是不礼貌的，直接说就是你在直接挑战我的权威那种感觉。对，这我觉得这是顾及别人的感受嘛。说实话，你要直接说，因为这也是一种，因为人和人相处其实很微妙的，因为可能是同样的话，你不同的语气。有一些换了一些语句，给人感觉都不一样。你哥哥可能就是这样说出来，你爸爸会觉得他在嫌弃我，对吧？我们可能相对换一个相对和缓一些的，提出一个相对，比如说没有让他这么不舒服，因为这个是很容易上升到人和人这种情感的互相攻击上面去了。这个我觉得就是这样。我觉得外国人未必也会这样吧。之前我看那个有个电影啊，叫做大话王，你们不知道看过没有？那个金凯利演的，
他就说他儿子在他生日的时候许了一个愿望，让他爸爸再也不会说谎。然后他爸爸就把什么话都说出来，就很直的什么话都说出来，就是这个其实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的，我们很多时候都会把很多话吞进去的，不可能把所有话都说出来。中国外国人都是一样，这是一个做人的一个方式。比如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妈妈怀孕的时候其实很胖，要是我这个时候说她很胖，她是不是会觉得很难受？就是我们有时候需要一些善意的谎言，不可能所有话都说的那么清楚。但是我有一个怀疑啊，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对的，就是我觉得跟西方比，我们比较集体主义嘛，那西方个人主义比较多。对，那在集体主义里边，就是如果你说话的时候你不掌握那个度，不掌握分寸的话，你这次让这个人生气了，那他生气以后，他就会背着你跟其他的人就是讨论你说，哎，你看他这么不会说话，然后他那个一点不懂礼貌，这样的话，整个就这个名声就已经在整个集体里边就已经坏掉了，就没有办法继续跟大家一起相处了。那为了跟大家继续相处的话，你肯定要跟大家一样，说话的时候要小心，为了以后啊做事更方便。你们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影响？因为在国外，可能你直接一次的话，下次也没有特别多的联系，可能你伤了别人，下次可能再也不见这个人了，就不在乎那么多。对，我觉得笨叔这个很有道理。就像以前，就像做集体主义的话，就是以前比较明显，要么就村里头大家都在一个村里，都互相认识，要么以前大家很多人都在一个单位里头，就是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国企或者都在一个单位里头，抬头不见低头见，要么就像你说背后的这些议论都很多，所以大家会注意这些事情。现在反倒我是觉得现在中国人慢慢过得也比较独起来了，就是每个人都过自己的生活，可能慢慢也就像我儿子他们这一辈，慢慢可能也不会那么在乎这些事情，就说了，怎么能怎么样，对吧？现在年轻人很多，比如说他们辞职呀，什么都很直接呀，炒老板的鱿鱼啊，无所谓啊。我们以前辞职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要先想半天怎么样。现在年轻人都是直接炒老板鱿鱼，我不干就不干了，对，就是这。每个年代可能不一样，就我觉得我们说话总是会为对方留个情面，对，然后甚至你要讲什么不好的事情之前，你会先赞美人家一下，然后再讲那个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讲话的风格。对，我还蛮赞成刚刚Ben叔说的。我上次看到可人老师的那个短视频，就是讲度，中国人很重一个度，因为如果你太诚实，你就没有朋友。是因为你太多诚实的话，大家谁敢接近你啊？但每次看到你都讲实话，但你又不诚实，你就会那个忍气吞声，可能受气。你不诚实又不行，人家会觉得你失去了诚实的美德。然后如果对，就是说你太内向也不行，你太内向好像大家也不敢跟你相处，太外向好像也大家觉得你是人来疯那个感觉。做人好难呀，对，做人很难，所以这个做中国人那个时候可能对做中国人很难，所以那时候可能老师就说，其实我们在文化传统上特别强调度这个字，特别重要。所以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水至清而无鱼，则无鱼，对，对，水太清澈了，反而鱼不会在里面，反而没有鱼。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中国人这个东西虽然是含蓄，有时候外国人不习惯，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血液里面的东西嘛，就是一个骨子里的东西。对，我们真的还是希望和别人的关系处得相对不会这很过火了嘛。你要是直接很多东西直接说出来，大家都会不痛快。因为现在有些人真的有些行为，他其实我是觉得在中国社会让人觉得很不喜欢这种行为，就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很直，而标榜自己很直，什么都说这样，其实让别人会很不舒服。你会直接指出别人的不好的地方，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人喜欢被别人说自己不好的地方。对，直接指着鼻子说你哪里。比如说做查出，哎呀，看你老的呀，你才几岁呀，你有60了吧？就是这样，就有些，然后你就对，会真的这个其实这个没有我觉得中国人这种天性没有全然的不好，也有好的地方，就是说讲话比较会为对方设想，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说可能很多外国朋友可能会觉得你为什么讲话那么迂回呢？我哪里做错你就告诉我就好了。有时候会这样。我是觉得其实怎么样，这应该分开看啊。
就比如说有一些人情方面，我觉得有时候含蓄一些比较好，就是比如人和人相处的关系方面，就人和人相处，比如说你有时候你和朋友之间，甚至男女朋友啊等等，有时候不要那么直接，就是平常日常的相处。但比如说做事情方面，我觉得有时候迂回太多真的不好，因为浪费大家很多很多时间。要怎么样就直接开干，会把这个事情说清楚，直接做就行了。但中国人有时候又特别喜欢绕来绕去，把这个事情说半天都说不好，都说不到点子上。对，因为我觉得我们3个中间灿叔算是比较直接的，对，我是就是对啊，就在录节目的时候，灿叔突然说：“哎，茶叔你收个尾。”对，我茶叔跟那个嘉宾聊的，灿叔或者是今天没有午睡，就直接就来了。对，那假如比如说，那我比较好奇啊，我看那个茶叔是怎么迂回的啊？因为有时候灿叔可能会说，我有这个想法，有1、2、3、4、5个想法。我们4个想法非常好，我们大叔常常遇到这个状况，一个想法不好。那茶叔，如果你不喜欢那个想法，对，怎么跟灿叔？这个情况常常发生，就是因为我们大叔的分工是这样的，灿叔是这个计划的发想者，那我跟Ben叔呢是负责审视这个计划的审视这个计划有没有执行的可行性是怎么样，所以我跟Ben叔会常常遇到这个状况，就是这灿叔这个 idea 是啥东西啊？这可是我们不能直接讲。但是灿叔很兴奋对这个 idea。对了，Ben叔你其实今天就是想讲这个，对不对？对，你今天你铺陈了半天，你要铺陈那么久，果然是中国人。对，其实灿叔是在大叔中文里面是属于计划发想者的角色，所以他常常会提计划。那我跟Ben叔就是负责这个审视这些计划的可行性，或者是我们能不能做到，或者是这个做到了效益好不好。对，所以刚刚Ben叔的意思是，比如说灿叔提出了4个计划，3个计划很好，有1个计划不好，怎么办呢？那以这个中国人的传统天性说，Ben叔你4个计划都很棒，我很喜欢。如果是我也真的是觉得，如果真的4个计划都执行的话，我们大叔中文的订阅数这个浏览数一定会提高很多的，太棒了！这个计划我自己绝对想不出来的，先给灿叔包一顿，让他灌迷汤，他自己都觉得真的很好，那个表情。但是你这个夸太普通了，我可能要挑一些细节，我得把细节拿出来。对，等一下Ben叔换你赞美一下。对，我基本上我会先概括性的，然后我就会再把Ben叔拖下水说，但是4个计划都执行的话，时间肯定不够。你像Ben叔现在在读硕士。4个计划都执行，他可能没有办法应付那么多。你这个很聪明啊，我很赞成，就是对我很赞成，我也觉得应该做，可是因为Ben叔时间不够了，所以灿叔我们再想一想好了啊。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真的是相对而言，就是还是比较直接来比较好，好就好，不好就不好。要是我们太过迂回的这个事情，你就算比如说我的事情推进速度会很慢。对，一方面就是它没法推进，一方面就是比如这个计划真的其实有很多没法推进的地方，你又碍于我的面子，哎呀，唱出想了半天出来，那怎么样？那我就然后其实你又不想推进，你又不好说，那这东西你等着它慢慢消亡。其实我觉得就像这样，中国人做事比较迂回，所以现在有很多外企，有没有外国企业或者是中企会找一些外国人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综合，因为中国人这种做事方式有他的好的一面，但是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可能什么事情的推进上特别慢，因为大家都想要迂回，或者就是形成一种官僚体系。是我特别感谢灿叔在那儿，因为他能让我们不再拉扯或者猜那么多，他就是马上就是告诉我们可以 OK， 那我接受你们的意见，或者是不行，我觉得我特别就说到这点，就我是特别不喜欢猜人心思的。比如说我做了一个事情，我自己觉得做了一个事情让你们2个不舒服，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我是不喜欢悬在那块儿。我对你们2个分别的做过这个事情，就是我后来给你们解释，做了很长段一段解释。对，最早笨叔很早的时候写过很长，给查出也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想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个事情，我不想有一个东西就是悬在那块，好像没有说清楚。
我觉得说清楚我们要做事情嘛，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不是那种就是说，虽然我们意识到这个，但是我们还是有一点那个传统的那个迂回的那个含蓄的东西在里边，就是。但是我们会在适应，因为真的效率上来了，用你这个方法，我就觉得就是做事情我们很快就能推进。所以我觉得就是说中国人这个没有不好，但是太多了，过就是度了，过也不行。所以很多企业是希望有这样的个性的人，也希望有一些直来直往，有什么意见你就说出来的人。我觉得这样的公司或这样的政府会是比较平衡的，不要都是那样个性的人，或者是不要都是直接的人。我觉得两种人都有，会取得一个更好的平衡。对，这个真的我是觉得是真的，就是我刚才说2点，我是觉得很重要。一个是比如说日常的这个人和人的关系感情，我们有时候含蓄点点会比较好，太直接有些东西你比如说你看不惯，什么都说出来，别人心里会不舒服。但是在工作中一定需要直接，因为我最近看那个埃隆马斯克的这个传记，他们这种人呢，其实在生活中很难相处的，但是他在工作中这个很直接，有什么我就直接说，批评你就批评你了。我就是为了让事情更快的推进。我觉得你就直接指出你的错误在哪里。但是他是老板，他是更高级别的。我觉得跟你平级的人那又比较难。不是，这个也是涉及中国人了。其实我觉得像我不认为所有的欧洲啊或者美国他们的公司都是很自由。我甚至觉得可能有些公司也很官僚，也有。但是在埃隆马斯克他们当时初创企业的时候，一开始做这种事情的时候，他整体是很平等，就是说你们员工有什么意见你直接提出来，要是你能给我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解释，自圆其说，这个对我们事件推展是有用的，我就接受你的东西。我们不会浪费口舌去说一些没有用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个点很好。但是可能要是有些日常生活的，比如说在婚姻生活中，你要是太过直接，对，那真的会出很大问题。或者你和你的比如说丈母娘呀，或者和父母啊，有些话真的就不能直接说，说多了都伤感情。特别长辈，对，像我奶奶那个买了很多药嘛，都是骗子卖给她的，诈骗的人。你怎么说呀？说实话，那些事。我妈妈就说：“哎妈，我看你那个箱子里就是摆满了药盒啊，这个怎么那么多药啊？你吃得完吗？”就是慢慢的引到那个诈骗的那个部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最后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就是外国朋友想要交中国的女朋友，一定常常会遇到这个事情。这个女生也不喜欢你，但是她不会直接拒绝你，她也会很迂回。然后你要约她吃饭，她可能会说：“哎，我这个礼拜有事。”那你可能还会期待下个礼拜再问她。那其实女生讲这个话，就是她不喜欢你了，她不想跟你约会了，没有情感上的这个共通点。所以这个也是这个跟中国女性交往的时候。特别注意我们这种天性，你要听得懂我们在说什么。其实这个天性这个话讲出来，就是表示他想拒绝你，但是他不会直接拒绝你。但是你要听得懂，这是一种拒绝。要追求一个女生，你可能真的那个女生的她的回答让你真的摸不准到底她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那我问你，就是对你而言，比如说感情中就是你们在一起之前比较困难，还是在一起之后比较困难？对我来说，可能在一起之后比较困难啊。那个文化的东西会出来，就是可能，比如说我之前跟就是其他谈的朋友出去玩的话，比如说我身体不舒服，但是我为了对方嘛，让他能在这个旅行中玩得特别好，我会咬牙坚持啊。但是毕竟我不舒服，我生病了嘛，所以我脸色看起来不好。然后他就会问，就说：“哎，那你要不要就是就是休息一下，我们不玩了。”那这个时候我就说：“没事，我们继续。”逞强一下。然后对啊，然后对方就跟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啊？我明明是为了你好，就是想让你休息一下，你犯不着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然后我当时就想我其实是为了你着想，我想让你享受这个旅程。是，那对方就是理解错了嘛，反而觉得你不尊重他。
双方都觉得在为对方着想，但是因为这个文化的不同，就导致了就有一些冲突啊。所以是的，是的，所以我可能应该直接的说，哎，我真的不舒服，我得回去躺躺啊，或者是说我不舒服，但是我想让你那个能享受这个旅行，得说出来。如果是中国的女生，你跟她说，我真的不舒服，我要回去躺躺，她可能会觉得。你不在乎我，你干什么？你不在乎我玩的那么开心，你应该托病跟我一块玩啊。对啊，会很你竟然生病了还和我出去玩，好感动哦。对啊，我就是所以男女相处真的也因为这个天性跟男女相处东方西方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这个最明显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男生帮女生服务。那可能外国女生会觉得我是个独立的个体，这个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你不需要帮我。然后在中国这一边会觉得，你很有绅士风度，的确你应该为女性服务，可能女性就有很明显的不同的想法。我觉得这个我也常常遇到，男生女生这种还有文化的不同。像那你这个男生女生的问题也未必是有文化吧？感觉反正都比较难。我们中国人习惯就是，特别是女生，我感觉他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相对会很多话就不说清楚，会希望男生能猜透他的心思。其实不一定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有时候反而会比较是那个让人难猜，想让人家猜的那一方。比如说我曾经有一段就是说跟这个女生相处，那这个女生很忙，所以我传讯息给她，她都不理我，然后呢就是一天很晚才传回讯息给我，然后我可能过2-3天她这样对我，我就很生气。其实她真的是很忙，我后来了解她真的是很忙。我后来我生气的方式就是我1个星期不传讯息给她，但是我每天都在看她什么时候回给我讯息，可是我就是要坚持的就是我就不理你，我要报复你，我就是不理你。所以我就会觉得她什么时候，然后她也觉得我在干嘛，莫名其妙，然后慢慢的就这样，就因为这样分手了。就是说很奇怪，就是说我想要用这种消极的方式让对方重视你，但是对方也不晓得，你也不说清楚啊，这种事情他觉得说开来就好了，那你也不说清楚，你就是用消极抵抗的方式，1个星期不给我简讯，搞到最后就是那我们就分手算了，既然都不好沟通，那就算了。对，就他猜不到你到底要什么，对，他猜不到你在生气了。不讲清楚这种天性，到最后可能会导致成分手的这个导火线。对，我那这样看来，其实我会觉得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应对一些人啊，不是所谓很亲密的人呢，比如说我们的邻里啊或者同事啊之间，其实稍微含蓄点其实是有好处的。但是你要比如说和很亲密的人，比如说自己夫妻之间呢，男女朋友之间，有的时候太过含蓄，话不说清楚，别人也不理解你在为什么这样做，这反倒是成为这个矛盾的一个点。对，对，我觉得可能有时候我真的就说这个，我就想起我和我爸妈之间，以前我们是很多话也不说，他们也是报喜不报忧那种状态。我从小就是他们也是对我这样，所以我自己也是形成那种很多话都不和他们说。比如说以前我和我女朋友老婆在一起的时候，就回去他们之间其实是有相处上有很多问题的，就是相处的不愉快的。还没结婚的时候，他就老和抱怨说你怎么不替我说话，我就会说我替你说话，他们不就会觉得是我向着你吗？他们也不会相信，我会这样想了，我是这样说啊。我不是和你们说过，后来就是因为我老婆我们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很多东西敞开了，又相处了，发现其实还挺容易的，没有那么难。就这回暑假回去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之前在什么云南呀还有贵州都转一大圈了，其实人挺累的，然后又回到乡下，回到乡下之后呢，又是一大帮亲戚成天来转什么的。我老婆是一个很喜静的人，她不是特别喜欢热闹，但是我们家那种传统就是大家就喜欢热闹，每天聚会，这是我们这种状态，就享受这种状态。但对我老婆而言，她是有点不舒适的，她就是觉得，但是她不会说，但是她肯定就是说啊，你的家人在这儿，她肯定想让你们都高兴。对，她会这样。她其实比如说那天很多亲戚来，她给大家做了面，就真的是忙了一个下午做面吃，真的是有2桌人，
你想想看，面可能有10斤嘛，做了可能。对对对啊，他当下是开心的，就觉得也难得来一回啊。但是就是给他们都做了，他也很开心。但是真的很累，加上之前旅游的，本来想着回乡下，比如说就躺那个看看星空呀，在那吹吹风呀什么的。但是就是每天的乌泱那么多人，他其实心里是不舒服的。他就对我有抱怨的这种状态，就觉得自己很累，也就是没缓过神来。后来就说我爸妈的意思就是他们亲戚曾经说要去聚会什么的，就说第二天要开车去一个姑姑家里，可能开车还得2个小时。我当时觉得这不行，不能再去了。所以要是换我以前，我就会让我老婆忍着，我就说忍着吧，就是最多是我不吭声，我就说等明天再看呗，看咱们再看，这样。这是我以前的方式。那天我想了一下，这样不行。因为我老婆确实身体也不舒服，这个状态她也不享受，然后很难过。我爸妈那天从亲戚家回来之后，我就敲开他们门和他们说一下，我说我老婆和咱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是很喜欢亲戚们聚会，然后就在一起是很享受。就是有些人是和人聚会感觉很有能量，我老婆是需要私下自己给自己就独处的时候自己给自己充电的那种人。我说这种状态我们再去姑姑家他可能受不了，他这样回来其实回来的目的也没有达到。所以我爸妈后来就也能理解，就是我就是把话说开了，也不说开他们不理解这个状态，会觉得你怎么要是比如说我老婆第二天状态很不好，可能脸色有点不好，他们会觉得她在摆脸，就是摆脸，对不对？或者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矫情啊，就是怎么了？我们都是一大帮人，为什么就你这么特殊？是吧？对。所以我要是和他们说清楚，就告诉他们，他本来就不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我们之前旅游确实也挺累的，本来想回乡下想休息一下，所以后来我爸妈就说，那第二天不要去姑姑家，就不要去了。就是而且必须由你来说，因为是你的亲戚嘛，所以他肯定，如果他肯定再怎么含蓄，他也不能说这种，他没法说这种话的，是。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亲密的关系中间反倒需要直接，需要你来，对，这个真的灿叔讲的，这个就真的很多，反而你越亲近的人，你要很多状况要讲清楚，因为比如说灿叔的老婆她没有去，你又没有讲清楚，大家会胡思乱想，你怎么没有来？你是瞧不起我们吗？还是会开始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胡思乱想出现？所以这个时候真的是一定要讲清楚，真的人有时候会想太多。人特别是一旦是我是觉得亲戚之间亲戚之间更容易嚼舌头。你要有行为别人觉得不好，他会觉得底下和另外一个亲戚说，你看那谁的媳妇怎么这样子呀，怎么地，都会肯定会说的。然后这三姑六婆就开始传出去了。对，哎呀，不容易，真的。我觉得想一想，这个天性好像很好，又好像很不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说度，凡事都中庸之道，不要太过，也不要都没有啊。所以这个中庸之道真的也是我们中国人很强调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呢，可能很多外国朋友会觉得中国人真难搞。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全然的不好啦，有时候是为对方留个情面。所以我觉得我们一样都是守这个度，然后很多事情过犹不及嘛，中庸之道守着，应该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啊。所以我觉得那我们最后给外国同学一些建议吧，比如说他们跟不太熟的中国人打交道的时候应该怎么接触，怎么迂回啊？就先赞美一下对方是吗？肯定一下对方的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对，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可能很多外国朋友遇到的中国人的个性也全部都不同，也很难一概而论。我觉得也是各位外国同学不要想太多，然后就享受这个天性就好了。这个天性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是过头了。那我觉得每个国家本来就有自己不同的文化跟这个个性，所以我觉得你去享受它，不管你喜不喜欢。对，有一点就是反倒是你就做自己。你做自己，让别人明白你就是这样的人。比如说，你非得要和中国人一样，然后压抑自己，你自己不痛快，别人对你这个判断会很困惑。你到底是这个东西可以接受还是不可以接受呀？
所以很困惑反倒会出问题。你一开始让人明白你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就是相对会比较直接的，我很多话就是这样说，别人对你有预期了，我觉得反倒没有问题，是这样的。对，我认同，对我认同，就是你是怎么样个性的人，你不需要因为这个国家的文化而改变什么，你就当你自己。因为你学习这种奇怪的文化，这根本不是你的个性。对，那你自己会自己过得不舒服，可能别人还会评论你那么假，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对啊，别人不觉得你觉不出你真诚来，其实我觉得真诚就当自己就好了。我觉得就当自己，你在什么样的文化熏陶下，你是这样的人，就当自己就好了。你是什么个性的人，就当自己，这是最好的。我们尤其是现在的中国，大家也很喜欢把自己个性给表达出来的人，我觉得大家也很喜欢这样，所以不用太介意这个东西。对，也可以直接一点。我觉得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中国人给一些不是很明确的答案，比如说我再想想啊，哪天再看看，然后让我考虑考虑。我看一下我的行事历啊。然后我觉得同学们就可以说，考虑考虑是什么意思？到底成功率大不大？到底可行不可行？因为就这样问到底，不然的话，你可能真的要等好长时间都没有。对，我觉得或许就直接问说，那你如果真的不要去就算了，我觉得也没关系，因为我这个时间很紧，我真的需要马上得到回复，或者是说所以我可以做其他计划。你可能真的不想跟我去看电影，那你就直接告诉我，没关系。对，你要不想当我女朋友，不要吊着我。对，你就直接告诉我没关系，我不会怎么样的，就直接问没关系。我觉得现在中国人也很喜欢直率的人，直接，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你说不准，就像灿叔刚才说的，那个人他想让这件事情自然的、淡淡的消亡，但是可能你不习惯这个，你就会在这个消亡过程中比较痛苦，对吧？所以还是没有必要提出来。各位同学喜欢今天的主题吗？如果喜欢，你也遇到中国人这么难搞，是这样子的状况，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在你的文化中是跟中国文化比较相似，还是说也是比较直接的这种？那各位同学可以分享你们的经历，告诉我们你觉得中国人真的那么难搞吗？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跟各位同学说再见吧，大家再见喽，再见，拜拜。拜拜。